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5000年文明，曾经被全世界认为永远坚如磐石的庞然大物，它最终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我们平常根本不敢去想。我们从小被告知，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分开的铁板，是一个会一直强大下去的整体。可是当我们把帕克在过去30多年里一块一块给出的答案全部拼起来，一幅完全不同的图会慢慢在我们眼前浮现，而那幅图会彻底颠覆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全部想象。帕克关于中国的看见并不是一次讲完的，它们散落在他不同年份的影片当中，散落在他一次又一次的预言里，从来没有人把它们完整的串联起来。今天我们就要做一件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把帕克关于中国最终结局的每一块拼图，第一次完整的拼成一幅图。我们会看到这个巨人如何开始摇晃，如何一块一块裂开，又如何在裂开之后迎来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全新结局。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最震撼也最温暖的那一部分藏在这个故事的尽头。让我们先从最让人坐立不安的那一句话开始。帕克说，中国不会永远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他用了一个让很多人听了之后脊背发凉的说法，他说，未来的中国将不再是那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大中国，而会分裂成许多个彼此独立的国家。请注意他用的字眼，他讲的不是改朝换代，不是换一个领导人，不是换一面旗帜，而是整个版图的彻底改变。一个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散开的巨人，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前慢慢裂成好几块。听到这里，你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本能的摇头。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强的一支军队，这么严密的一套控制，怎么可能说裂就裂？这种怀疑非常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当下，活在那座高墙看起来牢不可破的此刻。可是请你先别急着否定，先听我把帕克的根据讲完，再做判断也不迟。帕克早在2012年就第一次说出了这个预言，那一年他第一次完整的讲出他对中国的看见，后来又在2017年和2020年不断补充和更新。而当我们回头去看他10多年前说过的那些话，再对照这些年真实发生的一切，你会发现一件让人不太舒服的事，他说中的实在太多了。他在那个谁都还没当回事的年代，就说中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一场巨大的经济冲突。他说，世界会慢慢停止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他说，俄罗斯会把目光转向东方，会把石油和军事技术卖给中国，两国会结成一个让美国感到棘手的强大联盟。他甚至说，日本会因此感到威胁，会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拥有自己的核子下组能力。我们现在再回头看这几句话，是不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这些当年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话，后来几乎一条一条变成了新闻标题。一个能把这些事提前10年看准的人，当他说出中国最终会分裂的时候，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只是笑笑就把它放在一边吗？这就是帕克这个人最让人无法忽视的地方。他不是在喊口号，他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把一些当下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提前写进他的本子里，然后让时间一个一个替他兑现。而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一点，就会发现帕克说的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违反历史的规律。我们人类总有一个错觉，总以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秩序会永远这样下去。可是当我们翻开历史，会发现恰恰相反。曾经横跨欧亚，看起来永远不会倒下的罗马帝国，倒了；曾经庞大到让全世界都觉得不可能崩溃的苏联，在短短几年之内分裂成了10几个国家。它倒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前相信。多少人在它崩塌的前一年，还坚信那座红色的高墙会永远矗立。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越是看起来永恒的东西，往往越是在我们最没有防备的时候，悄悄地走到了尽头。而说到分与合的规律，其实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自己更懂这件事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过那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不是哪个外国预言家发明的，这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在看过一个又一个王朝兴衰之后总结出来的铁律。秦朝统一天下，看起来何等强盛，
结果短短10几年就土崩瓦解，汉朝强盛数百年，最后也走向了三国的分裂。唐朝何等辉煌，最后也免不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离我们最近的大清，曾经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可是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想到它会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终结？我们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长卷。帕克作为一个外国人，看见的这个中国会分裂的未来，恰恰和我们老祖宗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遥遥地呼应在了一起。也许他看见的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只是这片土地上那个运转了几千年的古老规律，又一次悄悄地走到了它该转动的时候。那么问题来了，这场改变会从哪里开始呢？帕克给出的答案同样让人意外。他说，这一切的导火线很可能不在北京的宫墙之内，而在遥远的海上。他反复提到，一场围绕着台湾周边海域的事件会成为点燃整个局势的那一根火柴。他说，这件事再加上一连串的天灾与环境灾难，会一起点燃中国内部早就积压已久的火药。换句话说，真正让巨人开始摇晃的，不是外面打进来的拳头，而是他自己身体里那些早就裂开却没人去理会的缝隙。一根火柴本身烧不倒一座大楼，可是如果这座大楼的地基早就被掏空，墙里早就灌满了瓦斯，那么一根小小的火柴就足以引爆一切。那么这座大楼的地基现在到底有多少裂缝呢？这正是帕克那套预言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他不是凭空说中国会出事，他看见的是那些早已存在的真实压力。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那些拿到大学文凭却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那一片片烂尾停工的楼盘，那些靠借新还旧苦苦支撑的地方财政，还有那条让无数家庭一夜回到从前的房地产长河。再加上人口开始下降，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些压力就像一块块看不见的裂痕，正在那座看似宏伟的大楼里悄悄蔓延。帕克看见的内部分裂，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诅咒，而是这些早已存在的裂缝在某一个时刻同时爆发出来的那一声巨响。而在2026年，帕克看见的正是这些缝隙开始一条一条浮现出来的画面。他预言，这一年的中国会进入一段他称之为看得见的内部分裂的时期。他说，我们会看到很多人领不到薪水，会看到一些金融债券被冻结，会看到原本被认为固若金汤的经济机器开始发出令人不安的怪声。我们把这几句话放在心上，因为这不是抽象的大话，而是具体到能让每一个普通家庭都感同身受的细节。一个领不到工资的工人，一个拿不回血汗钱的储户，一个眼看着房子变成负担的家庭，这些才是真正点燃变革的干柴。当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心里那一点点怒火连成一片，那就不再是新闻，而是历史了。帕克甚至更具体地说，可能会出现一场重大的基础建设灾难，也许是一场严重的事故，也许和那座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有关。我们听到这里，心里难免会咯噔一下，因为帕克这个人最让人害怕的地方，从来不是他讲的有多吓人，而是他讲的有多具体。一座象征着国家力量与骄傲的巨大工程，如果真的出了问题，那带来的冲击将远远不只是物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它会狠狠地动摇人们心中那个一切尽在掌控的信念，而一旦这个信念开始崩塌，后面的事情往往就会像推倒的骨牌一样，一张接着一张。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帕克对中国权力最高处的那一段感应。帕克说，在2026年会有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突然神秘地消失，或者突然离奇地死去。他还说，他感应到那位最高领导人的健康会出现明显的恶化。其实早在2025年那一场盛大的阅兵当中，帕克就说过，他注意到台上那个人的气色看起来并不太好。这个细节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可是放在他整套预言的脉络里，他就变得格外意味深长。帕克在这里不断地问着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想一想。他问，这位领导人到底是在清除威胁，还是其实正在暴露自己的虚弱？他到底是在牢牢掌控全局，
还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失去对全局的掌控？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只是换了个说法，可是它们指向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如果是前者，那是强者的铁腕；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个巨大帝国开始从内部松动的第一个征兆。帕克对这背后的逻辑讲得非常透彻。他说，最近这些年，中国军方内部那一连串的清洗和人事重组，从外面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像一场安静的政变。虽然外界还看不到完整的全貌，但那种味道他已经闻到了。他提醒我们，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那些刚刚被提拔上来的军方人物往往会急着想要做出一番成绩，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而在这种时候，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往往就是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也最危险的办法。一个对内部充满不安的政权，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外面。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帕克说，台湾就成了那个最危险的出口。不过帕克在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提醒，我们一定要听清楚。他根据古老的纳迪预言推断，对台湾动手这件事在2026年之内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但是风险会在2027年前后明显升高。请注意这个时间点，因为他告诉我们，帕克看见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战争，而是一个独裁体制在经济、政治、权力同时走向崩塌的时候，几乎注定会做出的反应。他说的不是某一个疯狂的决定，而是一整套体制走向终点时那种被逼到墙角后的挣扎。我们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因为它让整幅图的时间线变得清晰。帕克看见的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崩溃，而是一个层层叠叠、一步一步走向终点的漫长过程。说到这里，可能还是有人会忍不住问，就算经济有压力，就算高层有斗争，可是那一套控制这么严密，老百姓真的敢动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心里最大的那个疑惑。可是我们回头看历史就会发现，所有看似牢不可破的控制，靠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就是恐惧。当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满，只有自己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沉默。可是一旦某个事件让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身边的人，原来千千万万个陌生人心里想的和自己一模一样，那种常年累积的沉默就会在一瞬间化为惊天的呐喊。苏联的高墙就是这样倒下的，表面上坚不可摧，内里却早已人心思变，差的只是那一个让所有人同时看清真相的瞬间。帕克看见的那根火柴，看见的那场香港的象征性事件，也许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讲到这里，也许你的脑海里已经有点乱了，这么多预言，这么多线索，到底会以什么样的顺序一步一步发生呢？让我们把帕克看见的这一整条时间线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理一遍。第一步是内部的裂缝先浮现出来，也就是在2026年，那些领不到的薪水，那些被冻结的债券，那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会让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见，这一台机器并不像它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稳固。第二步是权力的最高处开始动摇，高层的斗争，官员的消失，领导人健康的恶化，会让整个结构从最顶端开始松动。第三步，帕克把风险的高点放在了2027年前后，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体制很可能会把矛头指向外面，而台湾周边的海域就是那个最危险的引爆点。第四步，当外部的冲突和内部的压力叠加在一起，那一根火柴终于被点燃，香港那个象征性的事件成为催化剂，积压已久的民怨开始连成一片。第五步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整个版图会在这场动荡之中一块一块地裂开，走向帕克所说的那个分裂成许多个国家的结局。而最后一步，也是最漫长却也最美好的一步，是在这片废墟之上，一个全新的民主的，也是精神觉醒的中国慢慢的重新站起来。我们把这一条线理清楚，就会发现帕克看见的从来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而是一场有迹可循、环环相扣的巨大转变。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铺垫，每一块倒下的骨牌都在推动着下一块。好，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如果这个巨人真的开始裂开，那么它会裂成什么样子？帕克笔下那一张未来的版图到底长什么模样？这正是我们今天标题里最让人好奇的部分，让我们一块一块地把这张图摊开来看。第一块裂缝，几乎所有人都猜得到，那就是香港。帕克说，香港会是整个变局的关键起点。他甚至预言会有一个和香港某一栋建筑有关的象征性事件，成为更大规模变革的催化剂。其实早在2012年，他就已经说过，香港和蒙古都会出现动荡。后来在2014年，香港果然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运动，这让很多原本不相信的人开始重新回头去读他那些旧预言。我们想一想，一个在2012年就说香港会动荡的人，2年之后就被现实印证，这样的命中难道只是巧合吗？香港这座城市本身就有一段传奇的历史，它曾经是全亚洲最自由、最开放、最有活力的港口之一。无数的资金、人才、理想都曾经在这片小小的土地上交汇，激荡出耀眼的火花。它被称为东方之珠，不是没有原因的。帕克看见的香港不是一座被彻底压服的城市，而是一座会重新找回自己呼吸方式的城市。在那张未来的版图上，香港会再一次成为那扇朝向世界打开的窗，那一颗曾经闪耀，未来还会再次闪耀的东方明珠。一座城市真正的灵魂是它对自由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是再厚的墙也封不住的。第二块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却在帕克的整个蓝图里呼之欲出的一块，那就是上海。帕克描绘的未来中国不再是一个从上到下被一个中心牢牢攥住的整体，而会走向一种他称之为全新资本主义民主的形态。我们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想，就会发现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当那个巨大的中心松开他的手，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这座中国的金融心脏，这座最懂得和世界做生意的城市，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其实，上海早就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过往。在20世纪初的那段岁月里，上海曾经是整个远东最繁华、最摩登的大都会，被人们称为东方的巴黎。那时候的上海，华洋杂处，商贾云集，是一个充满了机会与梦想的自由之城。历史的记忆从来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苏醒的时期。当北方的政治枷锁松动，上海这些沿海的繁华大城很可能会率先把自己的命运握回到自己手里，变成一座高度自治甚至独立的金融之城，一个东方的自由港。他们有资本，有人才，有与全世界连通的血管，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遥远的中心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生意。当大一统的力量退去，上海完全有可能用商业和自由为一个破碎之后重新拼合的中国点亮第一盏灯，一座由市民自己做主，重新找回他那种开放与多元的上海。这并不是梦，这是帕克那套新民主资本主义逻辑最自然的延伸。第三块也是帕克讲的最动情、最让人向往的一块，那就是西藏。帕克非常明确地说，未来西藏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他说的不只是政治上的独立，他描绘的是一幅更美也更超越的画面。他说，未来的西藏会宣布自己成为一座精神的国家公园，它将不再是那个遥远难以进入的封闭之地，而会变成全世界的一座精神灯塔。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画面，那片世界屋脊上的高原，那一座座古老的寺院，那些曾经被紧紧关上的山门，有一天会重新打开，成为全人类仰望心灵与信仰的地方。西藏在很多人心中本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它代表着一种远离尘嚣、向内探寻的智慧。在帕克的看见里，西藏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矿产、多少土地，而在于它能给这个被物质压得喘不过气的世界提供一片可以安放心灵的净土。帕克还补充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西藏的解放会得到一个快速崛起的印度经济的帮助，因为他预言印度的经济在长远的未来会超越中国，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判断。可是如果我们看看印度这些年的人口和增长趋势，再想想帕克过去的命中率，你还敢轻易说它不可能吗？一个崛起的印度在西藏的背后会成为改变那片高原命运的一股巨大力量。第四块
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标题里的蒙古。早在10多年前，帕克就把蒙古和香港并列，说那里会是动荡的引爆点之一。我们都知道，蒙古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段何等壮阔的历史。曾经从这片草原上走出的铁骑，横扫过大半个欧亚大陆，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之一。那种刻在血液里的自由与辽阔，是任何围栏都关不住的。在那张裂开的版图上，蒙古这片广袤的草原会重新听见它自己古老的心跳。当中心的控制松动，草原上的人们会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想起自己的祖先曾经如何在这片天地之间自由地奔驰。帕克看见的蒙古是一块渴望回到自己怀抱的土地。当大一统的高墙出现裂缝，草原上最先苏醒的往往就是这种对辽阔与自由最原始的渴望。而当我们把香港、上海、西藏、蒙古这几块放在一起，帕克的整个逻辑还告诉我们，这张裂开的版图远远不止这4块。他说的是分裂成许多个国家，是一种像联邦一样一块一块分开的格局。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去看辽阔的西部，那些有着自己语言、自己信仰、自己历史记忆的土地，会不会也在这场大变局中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广袤的新疆，那片连接着中亚的土地，会不会走出自己的路？东北那片曾经独立城市的黑土地，那些沿江而下各有性格的南方省份，会不会也在中心松动之后慢慢长出自己的样子？历史上，这片大地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它由无数有着不同方言、不同风俗、不同性格的地方拼合而成。帕克描绘的不是1、2块的脱离，而是一整个高度集中的结构，回归到一种更松散、更多元，也更贴近每一片土地本来面貌的状态。那个我们以为永远是一整块铁板的国家，在帕克的看见里，会慢慢变成一片由许多个自治体、许多个新国家组成的更自由的大地。也许有人还是会好奇，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真的裂开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其实我们自己的历史早就给过答案。每当一个强大的中央开始衰弱，地方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当年大清崩溃之后，这片土地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而是经历了一段地方各自为政的岁月。那些手握兵权的人，那些掌握一方资源的人，纷纷成为各自地盘的主人。历史的剧本往往会在不同的时代用相似的方式重演。当那个高度集中的中心失去了它的力量，各个大区、各个省份，那些原本只是听命行事的地方，很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现自己手里其实握着从未意识到的力量。帕克所说的那种像联邦一样一块一块分开的格局，很可能就是从这种地方力量的苏醒开始的。这不是凭空的想象，这是这片土地在过去几千年里一次又一次真实上演过的剧本。而在这整张版图的东边，还有一个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存在，那就是台湾。在帕克的预言里，台湾始终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不只是这场巨变的引爆点，更可能是整个变局里最早就已经实践了民主与自由的那一块样板。帕克很早就感应到，围绕着台湾的这一片海域会牵动整个东亚的命运。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画面是，当大陆这边还在经历分裂与重组的阵痛时，台湾这座小岛早已默默地走在了前面。它用几十年的时间证明了华人社会同样可以拥有自由的选举，可以拥有开放的言论，可以拥有一个由人民自己做主的制度。在帕克所描绘的那个未来里，当大陆的人们终于走向民主的时候，台湾这些年走过的路，会不会反而成为一盏最现成也最亲切的明灯呢？一个曾经被视为麻烦与冲突源头的地方，最后可能恰恰证明了，原来这条路华人不但走得通，而且可以走得很好，走得很稳。说到这里，你眼前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地图？这幅图可能和你过去看过的任何一张中国地图都不一样。可是紧接着，一个让所有人都揪心的问题就来了，这场巨大的变革会不会像我们最害怕的那样，伴随着血流成河，伴随着无数家庭的破碎呢？这正是帕克的预言里最让人松一口气的地方。他明确地说，这场革命
不会像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那样血腥，它会是一场由人民发起的，主要针对贪腐和那些凭空冒出来的巨大财富的运动。它当然会有冲突，会有激烈的时刻，但它的底色不是仇恨，而是一种积压太久之后对公平最朴素的渴望。这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亿万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安慰，因为大家最害怕的从来不是改变本身，而是改变要用多少鲜血去换。帕克看见的是一场相对温和的转身，而不是一场玉石俱焚的浩劫。我们也许会替那些生活在风暴中心的普通人担心，在这样一场巨大的转变里，他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呢？这确实是最让人牵挂的事。可是帕克的整套预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那就是这场改变的最终方向是让普通人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坏。历史上很多转变之所以惨烈，是因为它最后变成了少数人之间争夺权力的厮杀。可是帕克看见的这一场，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为了自己能领到工资，为了自己的孩子能有公平的机会，为了自己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心里话而一起发出的声音。他的出发点是生活，他的归宿也是生活。也许过程中会有颠簸，会有不确定，可是当尘埃落定，当新的秩序慢慢建立起来，那些曾经被压抑的普通人会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对这场运动起点的判断。他说，最初推动民主的力量很可能来自那些至今仍然怀抱着毛泽东理想的人。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但帕克的解释其实很有他的道理。他说，当年毛泽东会枪毙贪官，而沿着这个古老的传统，一部分民众会把反贪腐这件事重新拿回到自己手里。换句话说，这场运动一开始可能根本不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而是打着一个更让普通人共鸣的旗号，那就是反对贪官，反对那些靠特权暴富的人。帕克接着说，当这股力量被点燃，当当局试图更加严厉地去压制媒体，去封锁网络上的声音，事情就会彻底翻转。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越是压制，反弹就越强。当一个政权试图捂住所有人的嘴，那原本只是要反贪腐的怒火，就会在压制之中一点一点变质，最后升级成一场对自由、对民主的呼喊。压力越大，这股力量就被挤压得越紧，而被挤压到极限的力量，一旦找到出口，爆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讲一讲帕克提到的一个关键，那就是资讯。帕克说，当局会试图更加严厉地去封锁网络上的声音，去捂住人们的嘴。可是他话锋一转，正是这种封锁，最后会点燃更大的怒火。我们想一想，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一代，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长大的，他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渴望知道真相，更渴望自由地表达自己。当一道又一道的墙试图把他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当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被悄悄地删除，那种被蒙蔽、被当成小孩子哄骗的愤怒，会在无数年轻人的心里一点一点地累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这个时代，资讯就像水一样，你堵住一个口子，它就会从另一个口子涌出来。你堵得越用力，最后决堤时的力量就越是惊人。帕克看见的那一场觉醒，很大一部分正是由这群在资讯封锁中成长，却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真相的年轻人一手推动的。当这群年轻人不再愿意被蒙住双眼，那座看似密不透风的墙其实已经出现了最致命的裂缝。那么这场呼喊的尽头会是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帕克整个预言里最核心也最温暖的那个归宿了。他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会迎来一种真正的民主，而这种民主不会是西方那一套照搬过来的东西，它会建立在一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之上，那就是孙中山。帕克说，中国最终会带给这个世界一种迷人的全新民主资本主义，而它的根就扎在孙中山的理想里。他说，这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希望，甚至会反过来去影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我们仔细品味这句话，会发现帕克描绘的不是一个学西方学得四不像的中国，
而是一个从自己的历史土壤里长出属于自己那一套制度的中国。100多年前，孙中山喊出三民主义的时候，喊出天下为公的时候，那个理想没能完全实现。而在帕克的看见里，这颗种子并没有死，它只是沉睡了100年，会在未来的中国土地上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发芽，重新开花。一个既保有东方智慧又拥有现代自由的中国，这会是一个多么让人期待的样子。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外人很少知道的细节，帕克自己亲口提过，这个细节让整件事变得更加奇妙。他说，孙中山的一些后人曾经来找他的妻子珍做过解读，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奇妙缘分，让他对中国与孙中山之间那条延续了100多年的线看得格外清楚，格外深刻。我们不去评断这背后是巧合还是天意，但这样的细节确实让帕克的这个预言多了一层别人没有的厚度。一个100年前的理想，透过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连接到了今天的预言，再连接到一个尚未到来的未来，这本身就像一个动人的故事。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有一个帕克反复强调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先放在心里。他说，每当这个世界或者我们的人生遇到巨大的麻烦时，如果我们真的想找到出路，就一定要往更深的地方去看，去看那些藏在表面之下的精神层面的原因。他说，我们刚刚走过的是一个被贪婪和腐败所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只在物质上影响了每一个人，更在精神上让很多人迷失了方向。人们嘴上说着一套，做着的却是另一套，在精神的追求和物质的欲望之间被撕扯得疲惫不堪。帕克相信，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物质的增长，却把心灵的家园荒废了，那么无论它的数字看起来多么亮眼，它的内里其实早已空虚。而这种空虚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危机爆发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即将经历的这场巨变，在帕克眼里，根子上其实是一场精神的危机，但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精神疗愈。但是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以为帕克的预言只是在讲政治版图怎么变，谁上台谁下台，那我们其实只看懂了一半，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帕克真正想让我们看见的是一场更安静也更深刻的转变。他说，一个国家真正的改变从来都不只是政治和经济的改变，更深层的是人心的改变，是灵魂的改变。他说，当中国那一台轰隆隆运转了几十年的经济机器慢慢慢下来，一场巨大的精神复兴会悄悄地展开。他预言，古老的道家思想会重新复兴，风水和命理这些被遗忘许久的东西也会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想一想，这片土地本来就有着全世界最深厚的智慧传统，那本讲尽了天地变化的易经，那些教人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那种讲究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曾经滋养了这个民族几千年。帕克看见的正是这些被高速发展的浪潮暂时淹没的瑰宝，重新被人们捡起，重新被人们珍视的那一天。他说，中国会变成一个更快乐的国家，一个不再那么依赖物质得失的国家。他的人民会重新从自己的过去，从那片被搁置已久的文化土壤里找回真正的幸福。而那段被很多人当成包袱的悠久历史，会在那一刻从一个沉重的负担变成通往光明未来的最好基石。而在帕克的眼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途径。他常说，我们整个世界正在从一个旧的时代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他打过一个很生动的比方，他说，就像一条蛇，必须褪去它那一层又旧又紧的皮，才能继续长大。这个世界也必须挣脱掉那些早已僵化、早已束缚住我们的旧结构，才能迎来新生。而那些看起来如此剧烈、如此让人不安的动荡，在帕克看来，恰恰就是这一场蜕皮所必经的阵痛。他还提到一个很深的概念，他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常常会陷入一种一再重复的循环，就像被困在同一个圈子里，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相同的错，承受相同的苦。这背后往往牵连着很深的因果，
而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跃升，就是有一天终于有勇气去打破那个困住自己的循环。帕克看见的那个未来的中国，正是一个终于挣脱了旧循环，终于完成了那一场痛苦却必要的蜕变，从而走向全新生命的中国。从这个角度看，眼前的这一切，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是一次重生之前那一段最深也最暗的黎明前的黑暗。我们把这几句话放慢了，再读一遍，会发现帕克其实是在描绘一个非常美的愿景，一个不再用冷冰冰的数字来定义自己是否成功的中国，一个人们脸上重新有了从容笑容的中国，一个富有却不再被财富绑架的中国。想一想，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明明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内心却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空。帕克看见的那个未来的中国，恰恰是要走出这种困境，是要让人们重新明白，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只是口袋里的数字，更是心里的那一份安定。这才是帕克所说的中国人真正拥有民主与幸福的那个终极画面。帕克把这场席卷全球的转变叫做一场大觉醒。他相信2026年这一年看似混乱的种种动荡，其实可能正是一个全新黄金时代的开端。他说的这个黄金时代，重点并不是政治上的太平，也不是物质上的更加丰裕，而是人类意识的一次集体跃升，是无数人开始把目光从外在的物质转向内在更深的精神觉醒。在帕克的看见里，那个曾经被认为离精神最远的东方，反而有可能成为这场全球大觉醒里最让人惊讶也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一片曾经把信仰压到最低的土地，有一天反而成为世界精神的源头之一。这种巨大的反转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命运的诗意。当然，我们把这场变局放在更大的世界格局里看，会发现帕克描绘的是一整盘棋的重新洗牌。他说，俄罗斯会和中国越走越近，会供应石油和军事技术，两国会结成一个联盟。可是当中国这个巨人开始从内部裂开，这个联盟又会走向哪里？失去了一个强大的东方伙伴，俄罗斯自己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另一边，他预言印度会快速崛起，经济最终超越中国，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并且在西藏的命运中扮演关键角色。而感到威胁的日本会重新思考自己的防卫，甚至重新武装。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曾经的东方巨人开始解体，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力量天平都会跟着剧烈的摇晃和重新平衡。一个旧的中心退场，无数新的力量会涌上来，去填补那片留下的空白。这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故事，这是整个世界即将翻过去的一页，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场。我们再往深一层想，这场巨变对整个世界文明的意义，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中国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延续了5000年而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它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过造纸、印刷、火药，也带来过孔子、老子、庄子那些影响了整个东方的智慧。可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这个古老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更多的是它的规模、它的力量、它的速度。而帕克看见的那个未来，恰恰是这个文明重新找回它另一面的时刻，一个不再用力量，而是用智慧，不再用恐惧，而是用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中国。当西藏成为世界的精神灯塔，当道家的智慧重新滋养人心，这个古老的文明会以一种更温柔也更有底蕴的方式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那一群带着故乡记忆却在异乡打拼了几代人的游子，很可能会扮演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他们是连接着新与旧，连接着东方与西方的一座座桥梁。当故土迎来新生，他们多年来在海外积累的经验、见识与对自由的理解，都会成为这片土地重建时最宝贵的养分。帕克描绘的那个结局，从来不是一个四分五裂，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的悲剧。恰恰相反，那更像是一个原本被勉强捆绑在一起的大家庭，终于长大了。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天地，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可是他们依然是一家人，
依然流着同样的血，说着同样根源的语言，在需要的时候依然会彼此扶持。一个由许多个自由而繁荣的华人社会彼此尊重、彼此合作组成的全新格局，这也许才是帕克那个分裂预言的背后真正想让我们看见的最温暖的可能。聊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一切离我们普通人到底有多远？其实一点都不远。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家庭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许将生活在一个能够自由说话、自由思考的环境里。对于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多年无法回到故土的游子来说，这意味着有一天，那扇紧闭的门也许会重新打开，他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家看一看。对于我们每一个关心这片土地命运的人来说，帕克的这套预言，与其说是一个冷冰冰的政治推演，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他在告诉我们，再漫长的寒冬也终究会有尽头，再坚固的高墙也终究挡不住人心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当然，我们今天把帕克的预言完整的拼了出来，并不是要你照单全收，也不是要你因此恐慌或者亢奋。预言终究是预言，未来究竟会走向哪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100%打包票。我们真正想做的是把一个在过去10几年里屡屡说中的人，他对中国最终结局的那一整套看见，原原本本地摊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判断、去思考、去感受。看与不看，信与不信，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上。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碎片拼完，退后一步去看那整幅图的时候，心里确实会涌起一种很复杂也很深的感受。一个我们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庞然大物，在帕克的眼里正走在一条没有人能够真正阻挡的路上。版图会改变，香港会重新呼吸，上海会点亮自由的灯，西藏会成为世界的精神灯塔，蒙古的草原会重新自由，而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会在经历过动荡之后，第一次真正握住属于自己的民主与幸福。也许这一切会在我们有生之年慢慢上演，也许它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或者更慢。但帕克想透过这套预言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句很朴素却又无比深刻的话：没有任何一座看似永恒的高墙是真正不会倒的。我们回头看历史，罗马倒了，苏联散了，多少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最后都化作了书本里的一段往事。而我们自己的老祖宗更是早就把这个道理写进了那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老智慧里。历史的车轮总会在我们以为一切都不会变的时候，悄悄的却又无比坚定地转向那个更自由也更有希望的方向。2026年7月20日，这个日子最近在日本的灵异圈与占星圈里被反复提起。传闻中，就在这一天前后，会有一群来自星空之外的存在，向全人类传递一段讯息。而这段讯息的核心，据说不是战争，不是科技，不是哪个国家的兴衰，而是2个字：生命。一段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讯息，究竟会是什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又为什么就在同一段时间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占星家却看到了一幅与东方古老预言遥遥呼应的画面？他们说，那位千百年来被无数人苦苦等待的救世圣人，和传说中的紫微星竟然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这2股力量交汇的时刻，将会亲手终结那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共产红潮。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可当我们把线索一条一条摊开，你会发现，这背后的拼图竟然严丝合缝的令人发毛。让我们先把镜头拉到日本，提出这段预言的是一位身份相当特别的人物。他不是江湖术士，不是摆摊算命的先生，而是一位受过最严格科学训练的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宝江邦夫。如果我们去翻他的履历，会发现这份履历漂亮的几乎不像一个会谈论外星人的人。他1951年出生，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天文学科，之后又在京都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拿到了理学博士，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大学担任讲师，也当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上，他被视为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所开创的素领域理论的继承者之一，
甚至还推导出一条以他姓氏命名的方程式，在理论物理的圈子里享有相当的名声。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用数学去描述宇宙的人，一个习惯了怀疑与验证的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却越来越频繁地谈论一些主流科学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他公开谈论过自己与宇宙存在的接触经验，谈论过某种高于人类的智慧如何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他不是用神棍那种含糊其辞的方式在讲，而是试图用一个物理学家的脑袋去理解这些超越物理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当宝江邦夫开口谈论预言时，许多原本不信这一套的人也会忍不住停下来多听两句。毕竟，一个花了一辈子研究宇宙规律的人，为什么会在晚年把毕生的名声都压在这些无法被仪器证明的事情上？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又或者，他到底被谁看见了？是什么样的经历能让一个用方程式思考的脑袋转身去相信星空之外有人正在凝视着我们？事实上，宝江邦夫所描述的那些经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加惊人。他曾经谈到自己接触到的并不只是冷冰冰的外星文明，而是某种充满慈爱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在他的叙述里，这些存在并没有带着征服或威胁的意图，反而像是守护者一般默默地关注着人类的成长。他甚至把这种体验与某种神圣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对一个毕生钻研物理的人来说，要承认这些超越科学的经历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这几乎等于把自己半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声望置于众人的嘲笑之下。可他还是说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科学的边界在哪里，他才更明白，在那条边界之外，还有着一整片我们尚未踏足的广阔天地。当一个最该怀疑的人选择了相信，这份相信本身就格外有分量。说到宝江邦夫，就不能不提一段不久前发生的往事。2025年的夏天，日本曾经被一个日期搞得人心惶惶，那就是2025年7月5日。一位漫画家在多年前画下的预知梦，预言那一天日本南方海域会发生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与海啸。当时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甚至有不少海外旅客因此取消了赴日的行程，连航班与旅宿都受到了波及。而宝江邦夫正是在那段时间跳出来，说了一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话。他声称自己从美国方面的内部人士那里收到了2条极具说服力的非公开讯息，内容竟然与漫画里的梦境惊人的吻合，连灾难发生的精确时间凌晨4点18分都对得上。他甚至推测这场灾难可能根本不是单纯的地震，而是某种人类能够提前预测的天文事件，例如小行星或彗星碎片撞击地球。因为他很清楚，人类想要在2年之内精确预测到分秒不差的灾难，几乎只有这一种可能。后来我们都知道了，2025年7月5日那天并没有发生那场被预言的大灾难，日子平静地过去了。有人松了一口气，也有人因此嘲笑这些预言不过是集体的恐慌想象。但有趣的是，宝江邦夫本人从头到尾都很坦白，他一再强调自己拿到的讯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他只是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推论。他从没有打包票说灾难一定会来。也正是这种态度，让他和那些信誓旦旦骗钱的神棍区别了开来。灾难没来当然是好事，可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如果连他这样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会被某些看不见的讯息所牵引，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沟通管道？而这个管道的另一端又是谁在说话？而这一次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正是循着同样的脉络浮现出来的。传闻中这段讯息与过往那些以灾难为主轴的预言很不一样，它不再强调某地会地震，某城会被海啸吞没，而是把焦点放在了一件更宏大也更贴近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事情上。据说这群来自星空的存在想要告诉人类的是关于生命本质的真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以及在接下来这段被无数预言家共同指向的关键时期，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它不是来吓唬我们的，
它更像是来提醒我们的。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就会发现宝江邦夫所代表的这种日本式的宇宙讯息传递，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日本，这类声称与星空对话的人并不少见，他们有的是灵能者，有的是科学家，有的干脆自称是宇宙的接收器。他们传递的讯息往往不约而同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意识的觉醒与提升。在这些说法里，地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转变，一种频率的跃升，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将跟着被推着往前走。那些讯息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眼前的混乱与崩塌不是世界的终点，而是一次蜕变的阵痛。就像毛毛虫在化蛹的那一刻，看起来像是死亡，实际上却是破茧成蝶的开始。这种宇宙讯息的世界观，其实在许多流传已久的接触者记录里早有描绘。有些说法甚至大胆地宣称，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全是地球的原生种，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灵魂其实来自宇宙的其他角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唤醒地球的角色。在这些叙述里，那些来自星空的存在反复传递的从来不是毁灭的恐吓，而是一种频率的调整，一种爱与觉醒的呼唤。他们告诉我们，宇宙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得多，生命的形式也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元得多，而地球正站在一道门槛前，即将跨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把这套世界观和宝江邦夫那段2026年7月20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他们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要醒了。那么如果这段讯息真的会在2026年7月20日降临，它具体会说些什么呢？根据这类接触者记录一贯的脉络，我们或许可以拼凑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它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在这片浩瀚的宇宙里，生命无处不在，而我们从来都不是被遗忘的孤儿。它也可能会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所执着的这具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一程旅途中暂时的容器，真正的我们是一段不会熄灭的意识，是一束可以跨越次元的光。它甚至可能会直接点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点降生在地球，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这场宏大的转变。这些话听起来玄之又玄，可如果你曾经接触过那些濒死又重生的人所留下的描述，你会发现他们从鬼门关前带回来的感悟，竟然和这段传说中的外星讯息惊人的相似，仿佛无论是穿越生死的人，还是来自星空的存在，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是同一句话：爱比恐惧更强大，生命比我们以为的更辽阔。问题是，为什么是7月20日？为什么这群存在偏偏挑中这个日子，要把如此重要的讯息交到人类手上？这就要说到天上的星象了。在占星的角度看来，2026年的整个夏天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时期。木星、太阳、月亮这些天体在特定的星座里聚集排列，形成了一连串被占星家视为触发点的格局。我们频道的老朋友，那位被誉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就曾经明确地画出了一条危险的时间线。他把2026年从4月中旬一直延伸到11月中旬的这段漫长时间，整个都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危险周期，认为在这段期间，无论是天上的灾变还是人间的动荡，都更容易被引爆。他甚至特别点出了8月12日那个新月之夜，当木星、太阳与月亮一同聚集在巨蟹座的时候，会是一个必须格外小心的触发点。而7月下旬正好就落在这个危险周期的核心地带，紧挨着那个被反复强调的能量节点。如果真有某种更高的智慧，想要在人类最需要指引的时刻送来一盏灯，那么选在这样一个能量翻涌的时间，似乎也就说得通了。而说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本身，还藏着一层让人忍不住起鸡皮疙瘩的巧合。翻开人类的历史，7月20日正是当年人类第一次把脚印踩上另一个星球的日子。1969年的这一天，2名太空人乘坐的登月舱第一次降落在月球那片荒凉的表面，人类仰望了数十万年的那轮明月，第一次有了我们自己的足迹。那是人类向着星空迈出的第一步，
是我们这个物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摇篮。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传说中星空之外的存在竟然挑中了同样的这一天，要向人类传递讯息。当年是我们走向星空，如今是星空走向我们。这一去一来之间，相隔了大半个世纪，却仿佛在冥冥之中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圆。这究竟只是一个美丽的巧合，还是某种刻意的安排？没有人说得清。但这个日子无疑因此而多了一层厚重的象征意义。说到帕克，他对2026年的预言可远不止这些。他在多年前写的一本谈论宇宙讯息的著作里，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威胁整个国家，并引发全球的惊恐。而这个预言后来竟与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对上了。在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叶片预言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地名，而帕克推论，这个地名指的正是日本的古称。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团致命的气体云将会从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喷发出来，从东北方向飘散，影响范围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你看，又是日本，又是2026年。一边是物理学家宝江邦夫从日本传出的星空讯息，一边是英国预言家帕克指向日本的灾变警告。这两条线索竟然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年份上悄悄地交叠在了一起。更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关于外星接触的预言，并不是只有日本这一家在讲。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位早已过世多年，却依然牵动全球神经的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他生前的预言，从戴安娜王妃之死到那场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攻击，再到后来席卷全球的瘟疫，似乎总能一一应验。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而在他留下的预言中，就有一条明确指向2026年。据他的追随者转述，他曾预言人类将在这一年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正式接触，届时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不仅如此，他对2026年的预言还涵盖了台海的战火、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以及人工智慧对人类的反噬。他甚至预言，这一年地球将面临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天灾，受灾的范围可能涵盖全球 7%到8%的陆地。虽然他描述的外星接触时间点，更多人解读为这一年的下半年，与7月20日不完全重合，但那个大方向却惊人的一致，都指向2026年，都指向人类与星空之间那道即将被打开的门。而就在现实世界里，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也在为这些预言添柴加火。美国的太空总署据说一直在追踪一颗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天体，这颗神秘的访客将在这一年掠过地球附近，为那些关于外星飞船的预言平添了几分难以言说的神秘色彩。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公开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不明飞行物档案，据说多达400多宗个案，涵盖了过去数十年间军方、航太机构乃至情报单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读起来确实让人不寒而栗。档案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曾是全球目击量的高峰，而举报者当中竟然有许多是顶尖的机师与原子能科学家。更惊人的是，一份年代久远的内部备忘录记载，多名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目击者曾亲眼看见不明物体降落，并走出了身形矮小、身穿类似太空衣与头盔的未知生物。这些档案的释出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征兆，仿佛在说，那个被隐藏了大半个世纪的真相正在一点一点地浮上台面。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个来自星空的讯息在2026年降临人间，是不是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其实2026年这个年份本身就被太多的预言压得沉甸甸的，象征着人类距离自我毁灭还有多远的那座著名的末日钟，已经被拨到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位置，只剩下短短的几十秒。而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一位物理学家在权威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过一个惊人的推算。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曲线，预言人类文明可能会在2026年的11月走向某种终点。如今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数字，随着年份的真正到来，又被人们重新翻了出来。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预言摆在一起，你会发现它们指向的几乎都是同一段时间。盲眼预言家说的外星接触在这一年，物理学家宝江邦夫说的星空讯息在这一年，
英国预言家帕克说的灾变周期在这一年，东方图谶暗示的政权崩塌也在这一年。当这么多原本毫不相干的声音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个年份的时候，你很难不去想，这背后到底是纯粹的巧合，还是真的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潮水正在悄悄地汇聚。好，讲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其实才走了一半，因为这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虽然震撼，却只是这个谜题的其中一块拼图。真正让无数华人听得心头发颤的是，与此同时，占星家们在2026年的星盘里看见了一个与我们中华文明最古老的预言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的主角正是那位被等待了上千年的人物，就是圣人。要说清楚这件事，我们得先回到一本书，一本让无数帝王将相又爱又怕的奇书《推背图》。相传这是唐朝的两位高人袁天罡与李淳风所作，用一项一项的图画配上谶语与宋诗，把往后1000多年的历史大事一一藏在了字里行间。历朝历代这本书都被列为禁书，因为它实在太准了，准到让掌权者寝食难安。从唐朝武则天的称帝到安史之乱，从满清的入关到近代的种种风云，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早已被他一一言中。而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被无数人认为预言的正是那位将要在末世现身，带领苍生走出黑暗的圣人，这就是第47项。第47项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言武修文，紫微星明，匹夫有责，一言为君。宋诗则说：吴王吴地定乾坤，来自田间第一人，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光是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人反复咀嚼。我们一句一句来拆。紫微星在中国古老的星象学里，指的是北方天空中那颗最尊贵的地星，也就是北极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之德。在指南针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航行于茫茫大海上的人们正是靠着仰望这颗星来辨别方向。可偏偏紧接着紫微星明的却是匹夫有责，吴王吴地，来自田间。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位拥有帝王之德的圣人自己却不是什么皇帝，不是什么王侯，而是一个出身于民间的普通人，一个你我身边都可能擦肩而过的寻常百姓，一个没有皇冠却有着帝王般德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也是一个极大的玄机。那么这位田间出身的圣人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宋诗给了答案：言武修文，好把旧书多读到，一言一出见英明。言武修文这4个字出自更古老的典籍，讲的是停止征战，提倡文教。当年周武王推翻暴政之后，便下令放下兵戈，把打仗时征用的牛马都放归田野，转而以文化教化人心。所以这4个字放在这里，透露出2层意思。第一，这位圣人很可能是在结束了一场暴政之后才登场的。第二，他不靠武力，不靠杀伐，而是靠着传统的道德与智慧重新唤醒人心。而那句好把旧书多读到里的旧书，许多人解读为指的正是被现代人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与古老智慧。圣人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被丢弃的珍宝重新捡起来，交还给世人。一言为君，一言一出见英明，说的是他不需要靠权势服人，只需要说出真正合乎道义的话，世人便会心悦诚服。而关于这位圣人的特质，可远远不止推背图这一处记载。在另一项，也就是第44项里，推背图又写道：中国而今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四夷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这几句说的是这位圣人会把中国从至暗的时刻带向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连四方的异族都会前来归附。诸葛亮所留下的马前课里也有一句极为关键的描述：整患救难，是为圣人。意思是这位圣人将会在人类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毁灭性大灾难之时挺身而出，拯救世人。马前课还形容他无名无德，光耀中华。这里的无名无德并不是贬义，而是出自《道德经》的智慧，形容他超脱凡俗，谦卑无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家寓言武功经里，
也提到了一位叫做冥王的圣人，并且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欲知圣人出世处，海上寻波去。这句话暗示着这位圣人显现于世的地方，竟然是在万里之遥的海外。把这些零散的线索拼起来，一个圣人的轮廓便渐渐清晰了。他来自民间，他在大灾难中救人，他以传统道德教化人心，而他现身的地方很可能在海外。千百年来，几乎所有解读推背图的人都默认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位紫薇圣人和预言中那位终结乱世的明君是同一个人，一个文武双全、仁德兼备的完美圣王，既能扫平天下的黑暗，又能教化万民的心灵。这个形象太动人了，动人到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他。然而最近这一波占星家的解读却投下了一颗震撼弹。他们说，根据2026年前后星象所揭示的轨迹，那位救世的圣人和那颗代表地星的紫微星恐怕并不是同一个人。终结旧秩序的力量是一股，重建新文明的力量是另一股，这两股力量会在同一个时代交汇，却分别由不同的人来承担。一个负责破，一个负责立，一个负责结束那无边的黑暗，一个负责点亮那久违的黎明。这个说法乍听之下有点离经叛道，可一旦你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许多原本纠缠不清的预言竟然一下子就理顺了。我们不妨回到推背图本身，紧挨在那向紫薇圣人之前的是第46象，而第46象讲的偏偏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崩塌。它的谶语是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诗则说，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这项的画面感极强，暗暗阴霾是一片阴沉压抑的氛围，杀不用刀是不见血光却致命的斗争，万人不死，一人难逃，意思是大多数人都安然无恙，唯独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逃无可逃。而最关键的线索藏在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里，一个带着弓的军人将从后门悄悄潜入帝王的宫殿。这个带弓的人到底是谁？千百年来，无数人试图破解这个字谜。有人说，弓加上长，不就是一个张字吗？会不会是一位姓张的军人？也有人说，东边门里伏金剑，东方在古老的地支里对应的是卯，而剑指的是刀，把卯、金、刀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繁体的刘字。会不会是一位姓刘的身边人？而在最近这几年，这个古老的谜语竟然以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就在2026年的1月，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关注中国局势的圈子。中国军方的第2号人物，那位身居中央军委高位的上将，据传突然遭到调查与抓捕，连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起被带走，据说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纸都没有留下。而他的姓氏里恰好就藏着一个弓字。消息一出，网络上立刻炸开了锅，无数人翻出了推背图第46象，把那句有一军人身带弓反复的比对。难道那个传说中要从后门潜入终结这一切的带弓之人真的出现了吗？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更早之前，掌管各类飞弹的火箭军就曾经历过一场血腥的大清洗，而火箭军的箭同样让人联想到那张致命的弓。一个又一个名字里带着弓的高官接连倒下，整个权力高层弥漫着一股暗暗阴霾的肃杀之气。这幅景象与第46象的谶语重叠得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幅景象背后还藏着一个更深的讽刺。外界普遍相信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本身就对推背图这类古老预言深信不疑。事实上，从那位建立红色政权的开国者开始，这条线上的掌权者骨子里大多都是极度迷信的人。传闻那位开国者当年组建自己的贴身警卫部队，番号的由来便是听信了一位世外高人的指点。而如今这位掌权者据说也一直在寻找那个身带弓的人，于是名字里带弓的、带剑的，一个接一个的被他亲手铲除。他甚至为了躲避传说中的血光之灾，行踪变得极为诡秘，出门总是搭乘专机。有一次出访归来，飞机竟然不直飞首都，
而是悄悄选在偏远的边疆落地。据说自他上台以来，已经躲过了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暗杀，这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可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的还少吗？越是害怕命运，就越是叛命想要掌控命运，而越是想要掌控，往往就越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早已写好的结局。如果第46项真的正在应验，那么一个盘踞东方大地的庞大政权，它的崩塌或许已经进入了倒数计时。当然，关于那个申代公的白头翁，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个代公的人未必是那个政权内部的军人，而可能是一位来自外邦的领袖。你看，那位重新入主白宫的美国领导人，出身于军校，一生怀有强烈的爱国军人情怀，如今已是年近80的白头老者，恰好就是一个白头翁的形象。更巧的是，把一人代公这3个字合在一起，正好是一个夷字，暗指的正是与那个政权相对立的外邦之人。如果是这种解读，那么终结那个红色政权的，就未必只是一场内部的政变，而可能是一股来自外部与内部里应外合的合力。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所有的箭头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结局，那就是那个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旧秩序气数将尽。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把几句模棱两可的古诗硬套在现实的新闻上罢了。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它的道理，可问题在于，《推背图》这本书过去确实留下了太多让人无法轻易解释的记录。它曾经精准地暗示过一位女皇的登基，暗示过一个王朝在烽火中的覆灭，也暗示过一支来自关外的铁骑如何反客为主。1次2次或许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样的吻合一再的出现，当那位高坐权力顶端的人自己都因为害怕应验而寝食难安的时候，我们还能完全把它当成无稽之谈吗？更何况在所有这些预言的字里行间，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暗示，那就是一个违背天理与神为敌，把无数百姓推向苦难的政权，终究逃不过他应有的结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诅咒，而是古往今来无数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那句老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好还，从来不会缺席。而把这幅东方的政治图景与我们一开始讲的星空讯息接上的，是另外几位在2026年同样声名大噪的西方预言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预言的箭头对准了同一个方向。其中一位是美国的牧师，他因为提前精准地预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细节而爆红，据说连一场震惊世界的暗杀事件的细节他都提前说中了。当他谈到2026年的中国时，描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他说，他在异象中看见那条东方巨龙的龙头正在断裂。他特别强调，这不是缓慢的衰落，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崩溃，一场猝不及防的权力真空，并且还会伴随着严重的粮食短缺与金融风暴。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时间范围，认为这场突发性的崩塌就发生在2026年的开端。另一位则是我们的老朋友帕克，他对2026年中国的预言更加直白。他预言中国将会发生一场由内部发动的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他认为这一年中国的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的对抗，而这场对抗最终将导致共产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除此之外，还有那位同样为大家所熟知的印度预言家阿南德，他也把2026年标记为一个充满巨大变数的高风险年份。你看，东方的古老图谶，西方的灵视异象，印度的占星推算，3条原本毫不相干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织成了同一幅画面。一个带着弓的终结者，一场由内而外的巨变，一条正在断裂的龙头。这3股力量似乎正在合力把那个盘踞了数十年的共产红潮推向它命运的尽头。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摆到桌面上，重新拼一次这幅拼图。如果占星家所说的2人说是对的，那么这幅图景就清晰了。第一股力量是终结，它对应的是推背图第46项那位申代公的军人，是那场由内部引爆的巨变，是龙头的断裂与旧秩序的崩塌。这股力量负责的是把那个压在无数人头上的旧时代彻底的翻篇。它可能来自军中，
可能来自高层的内斗，也可能借助某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但他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让那个盘踞已久的共产红潮走到它的尽头。这股力量是刚猛的，是凌厉的，它对应的是破，是结束。而第二股力量才是真正的紫薇圣人，它对应的是第46项之后的第47项，是演武修文，是好把旧书多读到。当旧的秩序在血与火中崩塌之后，总得有人来收拾这片废墟，总得有人来重建人心。这位圣人不是靠刀剑登场的，而是在乱世落幕之后，从田间，从民众之中缓缓走出。他带来的不是又一场征伐，而是被遗忘已久的道德与智慧。他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动荡中迷失的人心重新安顿下来，是把中华文明那条几乎要被斩断的文化根脉重新接续起来。终结者掀翻旧桌，圣人铺开新局，两个人，两种使命，却共同完成了那句吴王无地定乾坤。这股力量是温柔的，是绵长的，它对应的是力，是开始。有意思的是，这种一破一立，两位救世者同时降临的格局，竟然不只出现在东方的预言里，在遥远的西方，那些古老的天主教预言中也流传着惊人相似的说法。许多预言家都提到，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会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同出现，一位是有着天使般纯净心灵的教宗，另一位则是一位伟大的君王。这位君王将与神的敌人作战，并最终战胜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你看，一位负责心灵的指引，一位负责现实的征战，这不正和东方预言里那位演武修文的紫薇圣人与那位身带弓的终结者遥相呼应吗？东方与西方这两套原本各自独立的预言体系，隔着千山万水，却在2026年这个节点上讲出了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这究竟是人类面对末世时共有的集体想象，还是不同的文明从不同的窗口瞥见了同一个未来的轮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许多预言中那些看似矛盾的细节也就有了解释。为什么有的预言说这位圣人来自海外，来自万里之遥的他乡？因为在那个旧政权还没倒下的岁月里，真正守护着传统文化的人许多都流落在这片土地之外。为什么有的预言把圣人描述得温文尔雅，不喜征战，可另一些预言里终结暴政的力量却又如此刚猛凌厉？因为那本来就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一刚一柔，一破一立，我们却一直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为什么民间关于圣人的种种传说，有的说他姓李，是木子，有的说他属兔，甚至有的说他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印记？因为这些传说本来就在描述那位重建文明的紫薇圣人，而不是那位终结旧朝的代工之人。当我们终于愿意把这两股力量分开来看，那幅关于2026年的预言地图才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么，这两位被预言反复提及的人物究竟可能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早已议论了许多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先说那位身带弓的终结者，在大多数的解读里，他更像是一位来自体制内部的关键人物，因为要终结一个盘踞了数十年、根基极深的庞大政权，仅凭外部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真正能撼动他的，往往是来自他内部最核心圈子的裂变。所以有人猜测，这个人可能是军中的某位高层，手握重兵，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让整座大厦从内部轰然倒塌。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海外，认为终结旧朝的契机会来自某种强大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另一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画风则完全不同。预言里的他往往没有显赫的地位，甚至出身田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他的力量不在于武力，而在于道德与智慧，在于他能重新唤起一整个民族对传统与善良的记忆。有人说他姓李，是木子，有人说他属兔，有人说他流落海外多年。这些零碎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描绘出的是一位谦逊、低调，却拥有巨大精神感召力的引路人，一位在台前掀翻旧局，一位在幕后重塑人心。这样的组合，是不是反而比单独一个无所不能的圣人更贴近真实的历史逻辑呢？
也许正因为一个人实在太难同时扮演摧毁者与重建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古老的预言才会在冥冥之中把这份重担分给了两个人。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那位日本物理学家的外星讯息又和这场东方的巨变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这整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在许多预言体系的深处，其实都藏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间的兴衰与天上的安排从来都不是两回事。那位英国预言家帕克在描述2026年种种灾变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伴随着一场伟大的觉醒。他说，有一种高于世间一切权力与灾难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把世界推向灭亡，而是要把沉睡已久的人类意识狠狠地摇醒。他甚至说，人类在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集体的祈祷与正向的意识真的能够减轻灾难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和那位日本物理学家所传递的外星讯息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边是星空的存在告诉我们要觉醒，要记起自己生命的本质，一边是古老的图谶告诉我们，那个建立在无神论与谎言之上的最后一个庞大政权即将走向终结，而一位以道德和传统重新唤醒人心的圣人即将登场。一边谈的是个人灵魂的提升，一边谈的是文明秩序的更替，可他们指向的分明是同一个转折点。当一个否定神明、否定善恶，把无数人困在恐惧与谎言中的体系开始崩塌，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人类集体意识的一次大觉醒吗？星空的讯息与大地的巨变看似毫不相干，实则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所以2026年7月20日那段所谓关乎生命的讯息，或许根本不是要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灾难会在哪里发生，它要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一件更根本的事。它在提醒我们，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无论强权如何不可一世，真正能决定我们命运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我们内心的选择。是选择继续沉睡随波逐流，还是选择醒来认清善恶，守住自己心里那一点良知与光亮？在所有这些预言的最深处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其实都是同一个选择。从远古的传说到今天的星空讯息，那些更高的智慧似乎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未来不是被某个人写死的剧本，而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一笔一笔共同书写出来的。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也得回过头来给自己泼一盆冷静的水。这些预言无论是来自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是来自西方的灵媒，又或者是来自1000年前的推背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法被科学仪器所证明。2025年7月5日的那场大灾难最终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年中，回头去对照那些圣人现身的时间表，会发现之前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某些年份同样安静地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传说中所说的种种异象。那颗代表地星的星辰也没有像传言中那样消失9天再放射金光。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100%的命中注定，它更像是无数种可能性当中的某一种。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奇谈来探索，去感受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去思考人类面对未知时的恐惧与勇气，这很有意思。可如果把它当成不可动摇的事实，甚至因此而恐慌焦虑，那就反而落入了另一种迷障。毕竟再准的预言也比不上我们脚踏实地过好眼前的每一天。不过话说回来，预言真正的价值或许从来就不在于它是否精准应验，而在于它逼着我们去思考一些平日里不愿面对的问题。它让我们抬起头，望向那片我们早已习惯性忽略的星空，重新问自己，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脚下这片正在悄悄改变的大地，去看清那些被权力与谎言所掩盖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2026年7月20日那段传说中的讯息，无论最后是否真的会降临，它都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让无数人重新开始思考生命这2个字的重量。它让我们在被资讯洪流淹没的日子里难得的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
又该如何活着？说了这么多，对于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一切恐怕并不只是遥远的奇谈。在那些关于2026年的种种预言里，台海这个名字被一次又一次地提起。那位盲眼的保加利亚老婆婆据说早就预示过，亚洲的这片海域将会成为全球瞩目的风暴中心。海峡对岸那个庞大政权的每一次动荡，每一次风吹草动，其实都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如果那些预言所说的崩塌与更替当真会发生，那么离这场巨变最近的恰恰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当我们在谈论那位申代公的终结者，谈论那位重建人心的紫薇圣人时，我们谈论的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们究竟会是这场历史巨变的旁观者，还是会被卷入其中，成为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落幕的那一代人？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份里，保持一分清醒，远比盲目的恐惧或盲目的乐观都来得重要。202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星空之外，据说有一段讯息正在路上。东方大地之上，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红色政权正被无数预言不约而同地指向它的黄昏。一位申代公的终结者，一位来自田间的紫薇圣人，他们会不会真的如预言所说，在这个时代相继登场，一个掀翻旧局，一个重建人心？那段关乎生命的讯息，又会不会真的在7月20日，以某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叩响每一个人的心门？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个被无数预言环绕的特殊年份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善念，守好自己心里的那盏灯。因为到头来，能在乱世中真正护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哪一个圣人，也不是哪一艘飞船，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泯灭的良知。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预言，一位日本的物理学家，一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一位英国的灵媒，还有那一卷1000多年前的推背图，他们彼此之间从未通过气，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节点上。这本身就是一件足够耐人寻味的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只是巧合，是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共有的某种焦虑投射。可换一个角度想，当这么多独立的声音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同时响起，讲述着结构如此相似的故事时，我们是不是也该停下来，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究竟想提醒我们什么？也许那段所谓来自星空的讯息，那2位即将登场的圣人，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会分毫不差的应验，而在于他们共同指向的那个方向：觉醒、善良，还有对这个世界重新燃起的希望。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何其有幸，又何其特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平淡无奇的岁月当中，看不到时代真正的转折。可我们不一样，我们亲眼见证着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见证着那些尘封的秘密被一页一页地揭开，见证着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政权在无数预言的注视下走向它的黄昏。如果那些预言哪怕只有1分是真的，那么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几个路口之一。我们不只是旁观者，我们是这场大戏的演员。我们此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选择，都在悄悄地为这个时代投下自己的一票。所以，与其去焦虑那段讯息会不会来，那位圣人会不会现身，不如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问一问，当这个旧的时代真的落幕时，我希望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人。为什么有人说赤马红羊节真的来了？2026年农历新年刚过，中国南方就接连发生地震，在云南和广东，短短几天内大地2度颤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预言正在应验？国际知名灵媒早在此前就点明这个月中国将有霜灾，如今看来，难道所谓的大节已经拉开序幕了吗？大年初一深夜，喧闹的云南西双版纳夜空骤然传来低沉的轰鸣。一位到西双版纳旅游过年的王女士正慵懒地躺在酒店的床上，
一边刷手机，一边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丝毫没有察觉不寻常的征兆。就在此时，他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张床剧烈晃动起来，床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那感觉就像坐上了突然失控的机动游戏，让他懵了几秒，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幻觉。23时05分，短短几秒的摇晃宛如灵异事件。王女士一开始还以为是隔壁房间搞出了巨响，然而很快，房间内的电视荧幕突然自动弹出地震警报的警示画面。她这才回过神，发现自己正身处地震之中，而且震源就在附近。随着意识到地震来袭，酒店内瞬间乱作一团，有人惊慌失措冲出房门，甚至有的人只来得及裹上浴巾就冲出走廊，也有父母干脆抱起尚未穿衣的孩子，一头扎进逃生的人流，拖鞋拍打地板的踢踏声此起彼伏，走廊和楼梯间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叫。王女士和家人也顾不得多想，赶紧跟着人流一路小跑，撤到楼外的空地上避难。只见3更半夜的空地上聚满了男女老少，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震惊与后怕，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刚刚那突如其来的摇晃。不少游客更是头一回体验如此明显的地震，纷纷感叹真是让人终生难忘。过年本该宁静祥和的夜晚却变成一场虚惊。这场发生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的地震，经测定规模为 4.6 级，震源深度约10公里。由于震中距离市区仅10多公里，景洪城区有明显震感，好在地震并未造成严重破坏。据当地政府通报，目前没有房屋倒塌或人员伤亡报告，城区供电、通信、交通等秩序正常，年节期间的旅游活动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一切看似风平浪静，只是人们心中仍残留着余悸。然而这次地震发生的时间点极不寻常，正值大年初一，人们团圆庆祝的新年之夜。民间素来忌讳在新年听见震这种不祥字眼，没想到马年一开始就闹出真地震，不免让许多人心中蒙上一层阴影。这新年的开局未免太惊魂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西双版纳地震后没几天，广东那边也跟着抖了一下。2026年2月20日午后，正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新春假期的尾声时，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突然发生 4.0 级地震。虽然震级不算高，但由于震源浅、人口密集，周边许多城市的居民都明显感受到了晃动。广州、深圳、珠海乃至佛山等地都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惊呼：刚刚是不是地震了？整栋楼都在轻微晃。一时间，广东人纷纷议论起来。毕竟南粤大地平日甚少地震，许多人这还是平生头一回在广东感到地动。有人在办公室楼上看见吊灯摇晃，有人在自家沙发上明显觉得晕眩。那一刻，大家不约而同停下手头的事，四处张望，确认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随后各种聊天群里已经炸开了锅，阳江地震了，深圳也有震感。短短几分钟内，地震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珠三角。所幸这次广东阳江的地震同样没有造成灾情。根据地震部门的分析，震源位于阳西县附近11公里深处，属于一次轻微地震。尽管如此，对广东人而言仍着实罕见。上一次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感到明显震感，不少人已经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了。平日安稳的大城市里，办公高楼摇了几秒，让大伙心头平添几分不安。事实上，广东并非从未遭遇大地震。就在上一个马年循环的1918年，广东沿海的南澳岛附近便发生过一次规模约 7.5 级的大地震，造成近1000人罹难，震波甚至波及香港、澳门等地。那场南澳大地震恰好发生在农历新年期间，许多人正在过年时猝不及防遇震。当时的记录形容广东、福建交界处山崩地裂，海啸汹涌，这是华南地区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巧合的是，1918年正是丙午马年，60年一甲子后的今年又逢马年，相隔一个甲子的南方震动，难免让人浮想联翩。短短3天之内，西南的云南和华南的广东先后出现地震，南北双震的巧合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戏称马年刚到就鲁开震界，
莫非真像网传的那样，赤马红羊节要来了？所谓赤马红羊节，最近在民间被炒得沸沸扬扬，指的就是今年的丙午马年和明年的丁未羊年。这2年因五行属火，火象征红色，又分别对应马与羊2个生肖，所以俗称赤马年和红羊年，并流传着逢此双年将有大劫难的说法。这种说法源于中国古代的谶纬预言文化。南宋有位学者柴望，在他的著作《丙丁归鉴》中就提出了赤马红羊节的概念。他翻阅历史后发现，凡是遇到丙午、丁未这相连的2年，往往天下多有变动，灾异频仍。因此他提醒世人居安思危，尤其统治者更要戒慎恐惧。历史上确实不乏巧合之处，上一次出现赤马红羊年是1966年和1967年，那2年对中国而言可谓多事之秋。先是文化大革命风暴自1966年席卷全国，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在天灾方面，1966年春天，河北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数千人罹难，一片残垣断壁。紧接着1967年夏秋间，全国多地又闹饥荒和洪水，人民生活雪上加霜，政治斗争和自然灾害相伴而至，仿佛真应了那劫字。再往前追溯，1906年至1907年恰逢上一个丙午，丁未年，彼时清朝风雨飘摇，革命风潮暗流涌动，终于4年后清王朝土崩瓦解。此外，1906年前后，国内也是灾害频发，瘟疫饥荒此起彼伏。再比如1846年、1847年正值晚清，道光年间大旱灾和战乱接踵出现，而不久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改朝换代的序幕渐开。类似的历史巧合还有不少，于是赤马红羊必有劫难的传言在民间愈传愈玄乎。每到这2年，不仅老百姓提心吊胆，据说古代皇帝也会额外举行祈福攘灾的法事来求个心安，可见这个说法的影响之深。当然，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年份本身未必真能决定什么。有学者指出，所谓赤马红羊节不过是古人对风险年份的一种提醒，其依据的历史统计也不够全面。更何况60年轮回一次的大劫说法太过笼统，其中不乏幸存者偏差。我们很难说每逢这个双年就一定天下大乱，毕竟太平无事的时候没人去强调，而一旦碰巧有动荡就被归因于此。但耐人寻味的是，2026年甫一开始，这2次南方地震的相继出现，恰好给今年蒙上了神秘色彩，使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古老的预言。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一位国际灵媒在事前就看见了这一幕。他警告今年年初中国将有双重灾难，并点明了可能受影响的地区，而如今的情况竟与他的预言不谋而合。这位灵媒就是有现代诺查丹马斯之称的朱瑟里诺·卢茨。朱瑟里诺是巴西著名的预言家和灵媒，据说自幼就拥有通过梦境预知未来的神秘能力。他声称许多灾难在发生前都曾在梦中提前播放给他看，为此他还习惯将梦见的预兆写成信件，寄给相关国家的政府或机构，以示警告。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朱瑟里诺过往的一些预言事迹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未卜先知。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苏门答腊9级大地震和毁灭性海啸，夺走了数十万条生命。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朱瑟里诺早在1996年就曾把一封预言信寄给某国驻印大使馆，在信中他清楚写道，2004年12月26日清晨，南亚将发生 8.9 级强烈地震，并引发高达10米的巨浪海啸，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沿海将遭受灭顶之灾，至少1万人死亡。事后证明，他预见的时间、地点、灾难性质几乎与现实完全吻合，甚至伤亡人数的级别都预估得惊人精准。要知道，连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地震专家和海啸监测系统也无法在事前做出任何警报，这位巴西预言家却提前8年就写信预警，不禁让许多人瞠目结舌。除了海啸，朱瑟里诺还自称预见了911恐怖攻击事件。他说早在1989年就梦到美国纽约的双子塔将遭遇恐怖袭击，于是寄出了一封警告信
给美国总统和英国驻美领事馆。那封信也经公证处公证，内容提到世界贸易中心会在1993年遭到严重攻击。结果1993年2月，世贸中心地下停车场确实发生了一次炸弹爆炸，但仅造成局部破坏，双子塔并未倒塌。然而2001年的9月11日，他梦魇中的场景真正应验，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毁世贸双塔，引发举世震惊的灾难。虽然他的日期预测早了几年，但那封存档的警告信让事后的世人不禁后怕，倘若当初有人重视他的梦境讯息，会不会改变历史走向？类似的案例在朱瑟里诺身上层出不穷。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哥伦比亚太阳神号航空事故，甚至日本2011年大地震，据称他都曾在恶事发生前于梦中目睹并发出预警。当然，也有一些预言最终并未成真，或是时机与细节有所出入。对此，朱瑟里诺往往强调，预测并非宿命。他认为自己梦见未来并不是为了宣布无法更改的命运，而是上天给人类的警示。如果我们及时采取行动，或许能改变未来的结果。所以，当他的某些预言未发生时，他反而庆幸灾难被避免了。然而，对于2026年的到来，朱瑟里诺却显得格外忧心。他在最近的预测中多次提到中国，甚至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仿佛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危机。就在今年年初，他发布了一系列2月的环球预言，其中明确指出，强震可能袭击中国，造成人员伤亡，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可能导致水坝决堤。这番话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强震、水坝决堤听起来就像重大灾难的场景。巧合的是，2月中旬云南、广东接连的地震似乎正印证了强震袭击中国这句预言的一部分。虽然所幸这2起震级不算太高，也未出现人员伤亡，但毕竟震中一个在人口众多的旅游城市附近，一个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腹地，确实都算惊险。如果不是福大命大，稍微再强一级，后果就难以设想。更让人不安的是，朱瑟里诺提到的灾难还不止地震，还有洪水和水坝溃决的隐患，这让许多中国网友联想到去年各地的洪涝灾害和水库危机。今年极端天气频繁，特别是2023年夏季，北京、河北一带就遭遇超历史的特大暴雨，洪水围城，一些水库一度告急溢流。如果未来1年好雨再临，会不会真的出现水坝失事的惨剧？想到这里，不禁令人脊背发凉。朱瑟里诺的预言似乎为赤马红羊节提供了国际视角的注脚，他用超自然的方式得出的警示，竟与中国民间古老的结束传说不谋而合。更巧合的是，还有其他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先知，也都把目光投向了近年中国可能发生的大灾。例如，保加利亚著名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万家奶奶，就曾留下预言，某年大地将升起双火，团结之手被折断。许多人解读这段隐晦的话与东亚局势和灾难有关，认为可能暗指战乱或重大天灾。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帕克则在最近的预测中警示说，中国将面临一次审判级的大地震。帕克甚至将这场大地震跟政治因果联系起来，暗示中国积累的某些恶业将被清算。不论这些说法是否偏激，他们至少说明了在全球神秘学圈子里，一股对于中国将临浩劫的预感正在汇聚，而时间指向的正是当下这个节点。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预言与迹象，我们该作何反应？是一笑置之，全当迷信，还是半信半疑，提高警惕？回顾历史，真正的大灾难来临前，其实往往存在一些蛛丝马迹，只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愿相信或者忽视了它们。例如大地震之前，动物会出现反常行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有记载。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传闻当地井水无故上冒气泡，发出怪声，夜里还有人看见天边闪现诡异的红光。2008年汶川地震前10多天，四川某地出现成群的蟾蜍在公路上集体出游，场面骇人听闻。当时很多人不明所以，动物学家解释说是气候原因导致蟾蜍迁移，地震局也否认和地震有关。然而10多天后的大灾难让所有人追悔莫及。
也许那上万只着急出走的蟾蜍正是嗅到了地壳深处的不安。纵使科学无法证明两者联系，但人们宁愿相信那是大自然发出的警告信号。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子证明，提前预测地震并非完全不可能。著名的1975年海城地震，中国科学家正是结合了一系列异常迹象，例如地下水位骤变，群众和动物出现种种异常，发出了紧急警报，组织东北辽宁海城地区的居民提前撤离，成功避免了重大伤亡。这是世界地震预报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然而仅仅1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还是让国人猝不及防，显示出预测地震的巨大难度。就在过去的2025年，云南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心惊的异象。先是3月下旬，邻国缅甸发生 7.7 级强震，云南边境地区明显感受到剧烈晃动。而在地震当天下午和次日，云南多地的天空接连出现罕见的景象，只见太阳变成一个殷红如血的圆球，高悬天际约半小时之久，整个天空仿佛被染上一层诡异的色彩。许多当地居民惊得目瞪口呆，直呼头一回见到血红色的太阳，心中发毛。有网友联想到古书上记载血日当空则地动，不禁脊背发凉。果然，就在那血日异象登上网络热搜的同一天夜里，云南曲靖市境内真的发生了 4.4 级地震。虽然不算大震，但也让人心跳漏了一拍。更奇特的是，不到1周之后，云南又有人拍到血红色天空的夜景，仿佛整片天幕被夕阳余烬烧透，红得不真实。在同样时期，临近的四川也有人目击夜空呈现罕见的紫色光幕。这些离奇天象引发种种联想，网上议论纷纷，今年注定不平凡，天有异象恐有大事，会不会是灾难的前兆？即便气象专家出面解释说，血日奇观可能是大气散射和折射效应，紫天空可能与特殊云层条件有关，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不仅如此，那几天华南华中一带气候也极为反常，时值初春，本该渐暖，江西、湖南等地却飘下大雪，甚至出现罕见的米粒状冰线，漫天仿佛下着白色大米，落地会弹跳破裂，古人称之为米雪，也是极不寻常的景象。古代典籍记载，雨线照凶，意思是在春暖时节降下这种雪线是不祥之兆，往往预示君失其道，臣下不忠，天下将乱。种种反常现象汇聚在一起，难怪民间开始人心惶惶。有人直言有种末日来临的既视感，而事实上，朱瑟里诺在那时候的预言亦有提到2025年4月，中国可能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并伴随极端强降雨和水坝险情。所幸2025年并未出现如此剧烈的地震，但不少地区的洪灾倒是部分应验了。究竟是逢凶化吉，还是灾未降临，真的很难说清。到了现在2026年，我们似乎正站在风暴前夕的宁静中，回顾过去1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前奏，诡异的血日，惊走的蟾蜍，天降的米雪，再加上这开年的南方霜震，所有这些迹象和传说交织在一起，让人不由自主地思考，难道真有一场大劫在前方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们吗？马年的开局已如此刺激，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那位灵媒口中的强震，会不会只是小试牛刀？更大的还在酝酿，是否真会有某座水坝在洪水中不堪重负？亦或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其他灾厄正在暗处积蓄力量，准备在这赤马红羊2年期间爆发？面对未知，恐惧固然在所难免，但也正因为未知，我们才有改变未来的可能。预言毕竟不是以下的判决，而更像一封提前送达的提醒信。我们可以将它视为无稽之谈，把巧合当作笑谈，也可以选择从中汲取一点警醒，未雨绸缪。毕竟不管预言准不准，身处地震多发带的居民做好防灾准备总没错，备好应急包，了解避震要点，加固危险建筑，关键时刻都可能救人一命。至于那些宏大的结束，普通人或许改变不了历史潮流，但至少可以保持理性和善良，努力让自己和家人立于不败之地。或许最终2026年和2027年
会像普通年份一样平安度过，我们回头看时会庆幸担忧过头，又或许未来某天回想今天的讨论，我们会惊觉许多事早有伏笔。历史长河里，人类曾无数次面对天灾人祸，也无数次从废墟中崛起。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的，不论是劫是福，都终将成为下一代人口中的故事。蚂蚁启程，羊在路上，希望我们能平安度过这所谓的赤马红羊节，也希望预言终究只是预言，大劫化于无形。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不妨睁大双眼，留意脚下大地的每一次脉动和天空给出的每一道暗示，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刻灾难会突然降临，又是哪一道征兆可能拯救生命。总之，马年的开场已经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无论你是否相信预言，这段离奇而真实的经历都提醒着我们敬畏自然，居安思危。也许预言中的剧本正悄然展开，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角色，但剧本的结局如何，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怀着希望与戒备走过这不平凡的年份，静待时间去验证一切。或许若干年后再谈起2026年的这个春天，我们会莞尔一笑，只觉得那不过是一场虚惊。也或许我们将以这一年为分界，见证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世事难料，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珍惜当下每一天的平安与团圆。愿大灾不至，愿人间无劫。如果命运真的来敲门，我们也已经有所准备，不再惊慌失措。马年伊始的双震将会是虚惊还是序曲，只有时间知道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传说与现实之间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